别做学做人，大家好，我是 Maggie 姐。那今天呢，我们要拍一个很不一样的视频哈。我今天呢是带着大包小包咖啡，然后还有一些甜点一类的，是想来探班一下我们团队的经纪 Ivy。今天她正好在我们的瓦妮塔的这个湖景房刚开完 Open House， 给她一个惊喜，因为她正好呢也是加入团队2年，也想问一问她哈，加入团队以后的感想。OK， 我们现在进去吧。Hello， Ivy， 给你个惊喜。对，我还拿着传单，想让你那个来看。谁最后1分钟来呀？我刚要走，好讨厌。是啊，对对，然后还有咖啡，还有甜点，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好，感谢，太棒，赶快。OK， 好。所以今天 Open House 的人多吗？哦，还不错，有2组人，然后他2组都是家庭，然后有1个小孩的，然后有另外1组是他们今天自己单独来看小朋友在家有人照顾，然后他们就说就很喜欢这个 view 啊。对呀，这个 view 真的很棒。对，我们这边基本上的 feedback 都差不多，就是 view 是超赞的那种，对，它就是进来的地方稍微窄了一点嘛，然后前又在修路，所以对，就是这个交通上面稍微有，然后有提到这个 floor plan， 就觉得说好像上面少了一个房间，如果多一个就更好。对，它上面正好3个卧室，对，然后它下面那个卧室也很大，对，就感觉就是适合 specific buyer。 Yes， 就是 custom build 嘛，对啊。哎呀，关键是你在这里开 Open House 也心超级对，没错，就是很享受这个景色，然后就可以很 chill， 然后来，对啊，我觉得就是非常放松，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了点咖啡，这是我超级感谢 Lake 的那个203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咖啡店，来跟你探班，然后顺便恭喜你已经进入团队2年。对，其实很开心，很感动，然后也有很多想要跟Maggie姐聊的。我们坐下来聊好了，对。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是来探班，然后也是为了庆祝你进入团队2年多。然后我今天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自从Ivy应该是第2个进入团队，第1个是梦姐，对，第1个是梦姐，但其实跟梦姐的时间非常接近。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面试Ivy的时候的情景，就是非常真切的在眼前啊！就是我就觉得当时的Ivy呢，第一给我感觉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作为经纪人来说，亲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第二呢，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青涩，然后我还特别问他说啊，你有2个孩子了吗？我也有2个孩子，等一下怎么长得这么不一样？没有Maggie姐也很漂亮啦，就不同的那个风格。Ivy 就是显得很年轻，然后呢，而且我又知道Ivy是钢琴老师。对，然后我自己也弹钢琴，然后觉得又亲切了，对，所以很投缘。然后呢，这2年呢，我也看到了Ivy的很多成长，所以说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聊一聊你的这个成长故事。对，我自己也很期待跟Maggie姐，就也想看看Maggie姐觉得我有哪方面的成长，这样子。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啊，然后所以今天就要问一问Ivy的想法。好，所以你还记不记得第1单成交是什么情况？当然记得，这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那个房子呢，其实是在位置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客户就是要自住兼投资的角度，然后看台湾人，然后那时候去看了，我觉得各方面都还蛮满意的，但是价格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要砍价，然后Maggie姐当时就手把手教我说，要怎么样跟这个卖家经纪去 negotiate 啊，然后 communication 怎么做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买家这些资讯等等。当时记得那单就是我觉得Ivy可以 take 我所有的建议，然后很快他就可以去execute， 然后也不用我再多去解释各方面，我就觉得执行力超级强。没有，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感谢Maggie姐，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事情是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是 Maggie姐真的就是及时会跳出来，然后解答我们的问题。不是跳出来，是被找出来。对。所以就是会给我们建议，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棒，就是我们会很需要这些东西，尤其在比较没有经验的时期，可能会更多的需要这样子专业的建议，然后教导，所以很感谢Maggie姐愿意这样子带我们。没问题，没问题。其实我当时还有点担心呢，因为我觉得钢琴老师，你知道我女儿的钢琴老师什么样？就是超级有耐心，OK， 就是超级 nice，you know。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经纪人呢，他要有 nice 的一面，他要有比较 sharp 的一面，或者是比较强势的一面。对。所以说，我也经常会特意去培养Ivy这方面的这些能力。然后，所以我当时还有点担心，你从一个钢琴老师的角色把它转换过来，你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者有过想过放弃的时候？有，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转得蛮快的，也非常就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呢？一开始其实是继续兼职着这个钢琴老师的工作，还不敢放掉。原因就是因为也怕自己没办法胜任，然后这个东西也需要一点时间去尝试，然后去试试看。那其实做了之后发现，虽然很累，然后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非常多，但是自己呢在做这个工作呢是真的有热忱，有喜欢。对，就即使再累，我嘴巴讲讲，但是我是愿意付出行动，就是热忱，真的就是心中有那个热忱。对，我觉得做这行，你要是只是为了钱，你确实是干不好。其实做任何工作都是，对，如果只是为了钱，你是做不好。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就自己看自己有时候也看不清，那旁人看其实很清楚。我老公就说：“哇塞，我从来没看你做事这么认真过。”真的吗？对，他就说很像，其实真的就跟我在钢琴上的那种感觉很像，但是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看，然后所以他就说觉得我其实很感谢你老公，就特别支持你。对，他当时是真的很支持我，他觉得如果既然对这个房产有兴趣，然后也愿意花时间，为什么不尝试呢？对，人生就这么苦短。对，然后我还特别佩服 Ivy 的一点。就是我们最近吧，就是拿了98004的一个 listing， 也是 Ivy 的客户。对，Ivy 就是在做了自己的频道以后，也有不少客户来找他。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起 co-list 了一个98004的一个老破小啊，但是那边的老破小都200多万的房。对，非常好的。对，然后我就跟 Ivy 说，那好不容易有这样的 listing， 我们要做点更多的宣传，然后就是希望 Ivy 去 door knock。对，他就真的去door knock，他一个人。就是做了一个计划呀，要看哪些房，然后我有跟他讲说你就找这些老破小来敲门，一间一间去敲。对，当然要注意安全，对吧？保持一些距离。然后后来我还听艾薇跟我讲说我都不敢站得太近。对，因为其实真的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开门，然后他们家的狗就冲出来，就真的很近那种，然后我就吓到，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也会担心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老公也跟我说，就尽量不要靠门口太近，万一要跑还是可以跑，这样子。对，但遇到的大部分的人都很好啦。是的，就是小概率事件。对，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你，真的就去。我当时就想。我让他去 door knock， 他应该不会去，因为我就不说谁啦，其实很多人都会找一些理由就不去了。对，因为 door knock 是蛮challenging 的。对，其实我第一次 door knocking 是在 Kenmore 的 listing。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door knocking 也是这样子一间一间，然后也是被甩门什么就不要来，但是 overall 是好的，但的确也有被人家甩门。然后但是那一次其实后来 Maggie 姐应该知道有一个客户他介绍了一个，虽然没有做成，但他有介绍客户给我。对，后来那个客户做成了。对，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总比打电话强，对吧？就是现在这种 cold call 其实更难受，其实还是 door knock 更好一些。对，所以我还是很佩服 Ivy 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经纪，特别是新的经纪女孩子，都是没有拉不下来这个脸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很佩服 Ivy。对，没有，因为我相信 Maggie 姐的专业，就是我相信她叫我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就像以老师的角度，你要教小朋友写这个练这个东西，都是有原因的。那你没有这些基础，你没有这些经验，你可能没有办法再更好累积更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其实我对 Ivy 一直以来就是说，你的教育背景然后包括她的这个人生经历，其实跟我都是非常 match。当然我不是说我弹琴有她那么好，没有这个意思。对，
对，但是就是会有比较接近的这种经历，包括我们都有2个孩子，包括我们的老公都在科技公司，对，然后年纪也没有差很远，对，还是差了一些，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跟艾薇沟通就是非常的容易。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在跟Maggie姐聊天啊，或者是请教很多问题的时候，Maggie姐总是能够一语中的，就是马上知道我的问题在哪，然后就回答我，所以我觉得聊起来就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也很觉得很体谅、很体贴我们这些就是妈妈的对一样在做这个 real estate， 就是她都知道我的困难在哪里。对，确实都是痛点都是知道一样的。所以你觉得这2年你有什么成长方面，你有什么最大的感想没有？成长上面，我觉得就是做这个行业可以用，就会体会到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每个面向。就原本就觉得说，好像经纪人就是带看房，对，然后写 offer， 然后就成了这样子，好像钱很好赚。对，其实没有。你说出了很多电视机前面的大家的心声。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当然咯，就是也有很棘手的问题的这种，那你必须要去。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啊，然后去谈判啊，然后去跟客户沟通啊等等，然后还有再来是，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就是不要计较太多。对，就是你的心态问题，对，心宽一点。的一个口头禅就是 Maggie 你心脏好强大。对，说的吗？对，我说心脏很大颗，对，心脏很大颗。OK， 对，心脏很大颗。然后他经常这样来形容我，真的，对，真的，因为 real estate 真的是很复杂，就是你 every day 都会发生什么 challenge。Maggie 就跟我说很正常，然后我说这正常吗？然后 Maggie 讲很正常，然后就说哇，你心脏真的好大颗哦。对，我经常跟 Ivy 我也鼓励他吐槽一些，就是真的你碰到的一些经济啊，然后客户啊，就是对吧？总会有一些让你很郁闷的事情和人，一定。然后，所以我就说啊，就吐槽一下，然后我也会跟他吐槽。对，我超级喜欢听 Maggie 姐。你是真的很喜欢听吗？真的，因为我会觉得很有共鸣，然后就哇，我要是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会就Maggie姐就可以啪啪啪说了好多，然后就觉得听得很舒爽，很舒服。我还就是用北京话嘛，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沟通障碍。对，我说北京话，然后Ivy 就问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上周，我们2个在讨论一个某个经纪人啊吐槽的时候不太专业，这可以讲吗？这个又没有说是哪个经纪人，OK， 吐槽某个经纪人的时候，然后呢，艾薇就说啊，这个经纪人真的很250，对，我就很感动Maggie姐就被同化了，被Maggie姐同化。所以你有没有某个 moment 就觉得啊，我终于出师了，或者是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很专业的经纪人，有这样一个 moment？老实说有，但是我不知道Maggie姐的角度啊，但我自己的角度是，就是可以开始从头，从 consultation 啊，跟 buyer consultation 聊，然后跟客户单独聊，然后到后来就是包含去跟卖家经纪沟通，跟客户沟通，到一直完成这个 deal。那个时候我的确觉得哇，我好像不用一直 always call Maggie 姐说啊这个怎么办啊那个怎么办这样子，对，可以独立完成，就是从 A 到 Z。对，这个我觉得你就是这半年。对，我还记得很清楚，之前所有的 consultation， 对，Ivy 都是叫我一起参加。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说不想参加，而是说我觉得他也学习到了，就是我是怎么跟买家沟通。对，然后他有可以就是在自己的之后的 consultation 里面就用到这些信息。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 Ivy 自己都可以谈判，但是他都会 keep me posted，这个我非常 appreciate。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能 always rely on 你的就是 leader， 因为他你Maggie姐很忙嘛，就是肯定会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总是有时间给他的。其实对，但是会尽量，就是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我自己已经想好一个决定了，但是我会再告诉Maggie姐说，这是我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要 on the same page，we are the same team， 然后你又是我们的 team lead， 我觉得很多处理的方式应该是要跟你 line up， 就是对这部分，这个我很 appreciate。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沟通就很快嘛，就是他会告诉我，Maggie 姐会跟你讲一下，这个是 update， 我们准备这样谈，然后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说好。
就是真的不是我很忙，确实不是。但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问我，我可能会有很多 comments。对。然后到现在磨合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很好啊，我们有什么可以再 add on 的。对我有 surprise， 就是越来越我想说本来讲 Maggie 姐可能会给我什么评论，没有 ，Maggie 姐很好。对，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时候，包括在 buyer consultation， 包括我跟 Ivy 也拍过几次视频，对，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台词经常会被他抢掉，就是他知道我后面要说什么，然后那句话是我经常会说的，而且就记起来了，对，然后真的是太厉害了，没有，超级省心哦，谢谢。有没有哪次客户的反馈是让你特别感动的？你就是有印象比较深。对，其实很多客户我觉得他们都还蛮好的，我很感谢每一个客户信任我们团队，然后信任我去帮他们做一个这么重要的决定，然后一起参与他们这个过程。有客户跟我说，他觉得整个 deal 的过程下来啊，然后让他很省心，他就只要是一个做决定的角色，就是 everything 我们给他 options， 然后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现在有选项1、选项2，你就选一个选项，然后什么结果告诉你，然后他就觉得很轻松、很自在，对，然后他就觉得哇，原来买房子这么简单，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就是很开心，对，然后也觉得就是特别感动，因为客户是真诚的告诉我他真的想法是什么。对，那你有没有就是失败的经验？就是说有，对，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分享一些啊，因为你成长嘛，你肯定是人家都是说你是在失败中成长。对，I agree，yeah， 100% 的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对，都是因为他失败的比别人更多。所以你分享一下你能想到的。其实我真的就是在看这稿子的时候，我还跟Maggie姐讲了，我就当想到这件事情，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难，就是眼眶泛泪，就有点委屈吧。就当时刚加入 team， 然后我还记得Maggie姐人在国内，我就打个飞的回北京，对，1个礼拜不在这里。对，然后我们就有个 deal 要谈，有时差关系嘛，所以当时呢也是卖家经纪也没有说有诚意想要卖给我们吧。Anyway， 长话短说，就是要帮客户争取，可是他已经发出了一个 counter offer 给另外一个买家，但是没有告诉我，然后还在透露说，我想给你的买家机会。当时客户也是工作很忙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这个决定。等到他们做完决定，我要再 send 这个 document 给他们签的时候，偏偏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moment， 你知道，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的 dramatic。这个 moment 我居然系统没办法让我 send 出去。那我知道好像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就正好是那一天。对，然后呢，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又是菜鸟经纪，对吧？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能想到，我就跟我自己说 ，OK， 我要 calm down。我现在可能有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会签回去，签回去就 mutual 啦，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了。那这样我要帮客户争取，同时呢，要跟卖家经纪说等等我们，然后跟买家 calm down 他们的这个你知道心理。然后我还打电话给 designate broker Debbie 那时候，然后一直跟 Maggie 姐打讯息，但 Maggie 姐已经睡了。对，是的，等我起来已经看到这个一大堆的信息。对。然后 Debbie 那时候就跟我说，你要扣这 NWMLs 啊，然后跟他们反映这件事情啊。我说不一定来得及，但我还是做了，因为 Debbie 那时候是我唯一可以你知道 rely on 的人，对。所以就同时做了好多事情，然后半个小时我觉得有一世纪这么长，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在想怎么办，然后也想过，我是不是要 print out 让他们就是手签，然后直接寄过去。Anyway， 最后就是在这一阵混乱当中，然后人家就 OK 收到了对方另外一组买家签回去的。对，就so没有拿到这个房子，对，so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客户。对，因为就是非常血淋淋的失败案例，其实是非常就是委屈。对，因为其实是一个 technical problem，right？就是说当时这个系统的问题。但是后来我跟Ivy也总结，其实当时你是可以把打印出来，然后让客户签，让客户签完了再扫描给你。当然了，我也跟Ivy讲，其实就以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80%的情况咱们是拿不到这套房，就是非常明显，对方经纪是在 play a game。
对，然后呢，他可能已经都想好了想要谁的 offer， 对，只不过是用我们去压别人，让别人出得更高。对，所以我们 anyway 都是个垫背的，但是在客户面前，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因为我们的一些不能解决、不能帮他好好解决的问题，而没有拿到这套房。对，然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客户这么认为有任何问题。这个事情虽然Ivy很委屈，但是我们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案可以解决。对，那当时就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也不知道说可以怎么样弄。这件事情是真的放在我心里大概迟有一两周之久，就是真的是一直过不太去，因为错还是有错嘛。我老公也一直安慰我，但是就没有办法，那时候就天天想到就很难过，就觉得我怎么这样子害人家想要买这个房子失去了这个机会。对，是的。然后我当时记得Ivy跟我说，她就倒在她老公怀里大哭一场，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的，我非常可以理解。然后但是呢，就是总是会过去，就是真的任何一个失败，其实我就跟Ivy说，只要你学到了什么，从这里面。It's worth it，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你都会 mess up， 对，你不是每一个 case 都做那么好，每一个客户都那么满意，你是做不到100%的。但是只要你学到了什么，对，就可以。然后我觉得从那次以后，Ivy 就变得坚强了很多，是心脏就变比较大颗了。然后呢，我现在下 offer 呢都是前一天，梅姐就说Ivy 每次都是前一天就写好 offer。因为我真的不敢再有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 backup， 就是我写好了，最糟的情况下，我马上印出来，然后客户可以签。所以我都是前一天就都做好，因为再也不敢有这个错。对，所以就学到了，就是从中学习。所以你有这些失败，你有这些成长，所以那Ivy 去年呢也是做了30多个 transaction，right？ 不，差不多快30，但不到。没有超过30，今年就会超过30。谢谢。对，就是在你加入我们之前，其实你都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任何 transaction， 没有 transaction， 但是之前就是都是在带看房，就 part time 的这种 showing agent， 对，就是他没有从 A 到 Z 做过任何一个独立的单子，然后从这个状态到1年之内就可以做到30单，将近30单。对，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 amazing。你的收入高了以后，对，有没有在家说话大声一点？或者有什么犒劳一下自己啊，犒劳一下家人？有啊，当然有。就是当时我还记得Maggie姐说你赚钱之后就给自己买车啊，然后什么，就后来我们家就换了一台 Tesla 嘛。其实我觉得电车就是让我们这个工作更方便，然后也比较省。我们没有收 Tesla 钱，先说对，没有广告，但我自己是很喜欢，我就觉得。各方面都还蛮符合我们的需求的，对，然后所以当时就有买了 Tesla，然后呢，我儿子像去年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想要去看冰川，我们就搭了邮轮去阿拉斯加这样子玩了1周，对，真的很棒。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和 Ivy 经常分享一些关于就是作为妈妈、作为老婆在家里，然后呢有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以外你还有自己的这个 business， 怎么去 balance， 然后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作为妈妈的话不那么 guilty， 对吧？因为你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你一定会花更少的时间在孩子、在老公身上。对。然后我们经常讨论。对。然后到现在还是真的就是 everyday 就是一个学习一些新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那你在这2年，你觉得你有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实在，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心情都会有起起伏伏嘛，然后可能每一年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高高低低，那我都可以理解。我现在跟先生就有个共识吧，他第1年其实很 support 我，他第1年基本上是我要模范老公，对，他真的很感谢他，就是他什么都 take over， 就说没关系，你去弄，你赶快去学，你赶快去上课，你赶快去参加什么什么，就都让我去。但他是的确也跟我分享了，我觉得我们2个的相处模式就是，你有意见，我们就是要开个会嘛，然后一起提出来讨论。那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能
再这么下去，就是 always 都给我，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后来就是 Maggie 姐也有建议我，对，找一个 part time 的或是 full time 的这种 nanny 来帮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请就是保姆，就是偶尔需要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在家里看的小朋友。那我也很感谢，就是我小孩健健康康、平平安，就是他们其实偶尔自己在家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但你有没有觉得小朋友其实很 appreciate 一个工作的妈妈，或者说可以就是他可以看到你的努力，其实有影响到他，有，而且他们我讲一个我儿子很可爱的一个点，他就说妈妈，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女生想法都这么不 realistic？ 然后我说怎么了？他就说太梦幻了，说什么要买一个房子，然后我说买一个房子很好啊，他说 no， 我问他你买这个房子预算多少钱，然后呢你要不要做 inspection？ 然后因为他天天在听我讲这些东西，要不要带 financing contingency？ 然后我说哇塞，你干嘛问人家？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吧？然后他就说，但是你要真实买一个房子，你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你不能就钱砸下去就乱买。你这屋检看了没有？然后你条款有没有保？吓跑？对，就是你知道，他就天天听我讲这些，然后他就知道 OK， 买一个房子可能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啊。然后大儿子吗？大儿子。哇，天！然后他就跟我讲，妈妈，你告诉我存到第一笔钱要买房子。对，哇，对，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开始，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他们的影响会有蛮深，会有。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妈妈很忙，知道说已经不再是那种喊一下就有妈妈可以来帮忙，现在也比较独立了，愿意说妈妈在工作在忙在开会的时候，自己可以先 handle 一下自己的事情，就不会一直妈妈这样子叫。然后他们也知道遇到一些困难我大儿子真的会鼓励我，我觉得他很贴心的一个小朋友。就他如果知道最近这个生意不是很好他也知道吗？他也知道，他就会跟我讲说，妈妈不要担心，你们那个市场好的时候，你们就回来，你们团队是 top one， 就是他会跟我讲这些，真的，而且他也知道 Maggie 姐嘛，所以他就会说你要听 Maggie 姐直播了，我也想听，就他有时候也会跟着我一起听直播，真的，对，好感动啊，又收获一枚小粉丝，真的，然后很有 potential 啊，什么时候可以进团队？没有，好好上大学。对，没有他，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小朋友有看在眼里，他知道妈妈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也知道说有努力，然后才有收获，这样才可以带他们有时候去吃好吃的啊，出去玩啊这些。所以说你觉得在家庭中的这个角色的成长，或者说你觉得他就是跟以前的生活比，你觉得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对你来说？对自己来说，如果跟老公相处上的话，就会说话就也有一定的地位咯。确实很现实啊，这个事情真的，因为有工作跟你说，我就是 part time， 然后在家里比较多时间。那他以前开会可能是他不需要跟我讨论，不需要告诉我，提前告诉我说今天会晚回来，或者是今天要提早出门，但他现在都必须告诉我，因为他要告诉我，我才可以去安排我的接下来的 schedule。对，所以我们现在就会互相分享，你明天能不能接孩子啊？你明天的行程怎么样？就会一起讨论，就会更有这种 partner 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 healthy 的，对吧？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家庭的重担只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人 have more time， 其实不是很 fair。对，但是你当家里面一个人确实有更多时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形成的东西。对，而且我老公也非常诚实的跟我说，他说其实他也很感谢我愿意踏出这一步，然后现在的收入各方面也让他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其实在西雅图这边要养2个孩子，要付房贷、生活费等等加在一起，其实真的开销蛮大的。对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觉得更开心呢？有啊，就是好像想要吃什么喝什么，好像就 go let's go， 然后珍珠奶茶想买就去买。对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光是对家庭吧，其实是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对吧？而且我觉得在 social 上面，就跟同事啊，然后我们会 team 会有一些出去一起 hang out 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在 social 上面。跟妈妈的话，可能都还是比较跟妈妈们在一起，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火花，就跟同事之间这些，我觉得挺好的。
那说到团队，我们其实经常出去 hang out。那你觉得团队就是除了在 social 方面以外，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团队是一个很有温暖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团队。当然，每一个 deal 就是没有团队的话，我觉得是很难成的。原因是我们有 marketing manager Jonah 帮我们做这些市场的报告洞察，然后我们 Maggie 姐这么专业的 leader 带领我们去分析每件事，做专业，然后去培养我们，让我们上一些课，让我们变得更好，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然后更带给他们这些专业的服务。小到我觉得就是同事之间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助理贝拉或者是同事梦洁Mission Steve， 然后 Thomas， 大家都可以给意见。我觉得互相帮忙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团队里面就是非常能够实现的。工作上、生活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 support， 非常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不觉得我自己单打独斗可以有这么多 support，然后当一个专业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对我也是特别想要我们团队有这样的文化，就是 supportive，对吧？然后我以前也跟 Ivy， 包括我团队里其他的成员，其实我经常有提，其实我最怕团队里面有比较 negative 的人，因为这样的话，它会让大家都有一种怎么说呢？你的这个正能量被吸走哈，就是每个人的正能量都非常非常宝贵。那我是希望我们在一起能够有更多的正能量，所以我其实，在挑选团队成员的时候，这个可能是 1 啊，就是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还蛮 positive， 非常 positive，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团队是说可以 bring the best of everybody。那这就是一个对的团队。那如果大家在一起勾心斗角啊，然后对吧？那就是个错误的组合。对，所以呢，就是我还是很 appreciate， 就是大家能够这样 support。对，就是我觉得男生啊 workout 每个都是哇塞肌肉男，就健身都很养眼。对，然后很阳光。然后像 Steve， 我觉得他比较内向酷酷的，但是呢，他很乐意分享。就是你跟他问问题啊或什么，他真的就是毫无藏 anything， 就是都跟你讲。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的优点，我们大家都很乐意分享，然后很乐意去 share 这个资源。对，是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做经济很多人做不长啊，或者做不好啊，或者是很怕踏入这一行，他们的一些 concern。对，就是我会单打独斗啊，然后大家互相都是一个竞争状态。真的。对，所以我也其实一直跟团队分享说，有的时候哈，就是你不要去想着。就是这个同行，他其实跟你真的就是 colleagues，OK，因为你要跟他去谈 deal， 不管你今天是买家还是卖家经济，对，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 make it happen for the clients， 对，所以大家其实是能够在一起 work on something， 这种感觉。那但是呢，很多经济其实它没有一个 collaborative 的这个 attitude，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团队还是这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真的很棒。我觉得Maggie姐真的超会看人的，每次我都会说，哎，你有跟这个那个经济聊过吗？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的。我有一点第六感，但是我也会听大家意见，就是有时候也会错啊。也是。对，所以你还记得我有对你很严格的时候吗？或者是有念你过什么吗？说真的，我很仔细的想，我真的没有，是吧？没有，我不觉得Maggie姐走这个风格。没有，我其实是看跟谁走这个风格。没有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耐心，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 to the point，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直接。可是可能我很能接受这样，而且我也不想要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都很希望Maggie姐就是直接告诉我要做什么。对，其实这样就很 straightforward。对，其实我和 Ivy 好像很少煲电话粥。真的没有，我看过我们之间的通话记录，最长的15分钟就是真的就是已经是最难的 case， 或者说最就是 complicated，然后但是基本上都是讨论工作为主吧，然后互相再吐槽一下，就是还是蛮高效的，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你有时间要工作要犒劳家人呢，但是如果我们一块出去 hang out 的话，其实就是非常喜欢跟 Ivy 聊天。没有Maggie姐才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 Ivy，你觉得如果我们以后有新的团队成员要加入的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其实就综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要热忱，然后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就是真正愿意投入这份工作，成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嘛，所以就是要有一个责任，然后一个承诺，你愿意去 commitment 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要放宽心，就是可能会像我一样，一开始会犯很多错啊等等的，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就是人都是犯错中成长去学习，但你要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因为媒体 team 真的很多资源，很多东西可以学，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到这个 level，但是你只要有心学，然后愿意就是从错误中学习，然后自己不断的精进自己，然后如果May姐说的这些你都愿意去 follow 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问题。Ivy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真的我说的任何东西我都不用 second doubt 说啊 Ivy 会去做这个事儿吗？这个事情是不需要想，It's not never a question，他永远都会去做这件事。其实我也经常跟 Ivy 分享，我之前犯的错，你记得吗？就是你有几次跟我讲说，啊天哪，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天哪，我怎么好像 miss 掉那个？对，说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 miss 掉过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这是我也会经常分享。对，确实大家都是，怎么可能你不 try 跟头就能够成长的？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对，所以说我觉得对新人来说，如果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价值体系哈，就是我们 integrity， 就是正直是我们最追求的。对。然后呢，其次就是共情，这一点是 Ivy 在Ivy 的身上我看到很多，真的就是同情心泛滥的那种。同理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嘛，你同理他，如果今天是我其实很常用这个角度去帮客户想，我如果今天带着2个孩子，然后我要去找一个房子，我会帮他们怎么找？对，然后如果我今天 OK， 我不用孩子，我就想要什么 life， 想要生活，那我会怎么找？就是依照客户的角度去帮他们想。对，还有最后一个，我们 excellent， 对，真的这个是之前我有改过这个，其实我刚开始是我们写的是 knowledge， 对，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是但 knowledge 很重要啦，就是但是这也是我们做视频啊，包括周娜帮我们做很多的这些数据啊，其实这些都是 knowledge， 对 ，is great。但是我觉得我们做服务业哈，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卓越的服务，所以说这个标准呢应该是越来越高。然后我就是希望呢，我们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做这个 Ivy 还不知道，马上就要做满意度调查，然后我也是会，我们这次会 launch 一个比较大的，有300多个客户，我们准备会发给300多个客户，然后我可能也会做视频，对，分享一些我们 find out 的东西，以及我们未来的计划啊，这都是这是 in my plan。然后当然了，我们也会写说请问是哪位经纪人服务你的？OK， 哇，压力好大。希望大家都对，不过我觉得的确有这一种就是 feedback， 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因为你真的有时候大家会不好意思说，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很难进步。我知道就是大家会不好意思，其实没关系，就给我们很真诚的这个反馈。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可能有机会服务到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也希望是有更好的这个卓越的服务，所以你才能在市场上不停的进步嘛，然后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对，是。那 Ivy， 你对未来3年的职业规划怎么样？就是未来3年你想象你的生活也好，你的 career 也好，对，家庭也好，这些都可以分享。对，我就分3个层面来说。OK， 第一个就是个人，就我自己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呢，开始可能大概年纪有了。就是你还是很年轻的，没有，就是的确真的，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就开始有一些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希望我自己呢可以维持这个运动的习惯，对，然后没事，我们 team 有 mission 呐，对，没错，哇，这种真的，我经常问 mission，我应该喝多少真的黑咖啡在运动呢？对，他真的很棒，的资源，对他马上都可以跟我们讲了，他说我就是只要戒掉零食就可以。然后我们就给 Ivy 想了很多方法 ，really 就比如说放密码锁呀，然后不要告诉密码呀，因为你不可能家里有孩子，家里没有零食，这个是不现实。对啊，而且重点是我老公也很爱买零食。对，我经常跟我妈说不要买零食了，但是呢，你确实不现实，因为你不吃，人家有吃。而且的确零食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一种舒压，对，确实。然后珍珠奶茶也是就很难呢，我觉得。另外，反正我可能就是希望我3年后的自己看到我现在跟我自己说的就是有运动的习惯，然后戒掉这个吃太多零食的习惯，然后可以让身体养好，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工作的更有效率。然后你可以工作的更长更久，然后你也可以陪伴你的家人更长更久，所以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同意。家庭上的话，我希望3年就是可以还是有在辅助事业上，就是可以也有陪伴家庭的时间。
就是现在可能很忙的时候，还是会很难找到一个 balance 去陪伴家里的人，就是小朋友。但我也不想错过他们太多的这种成长的 moment，所以希望在重要时刻，妈妈还是可以出现这样子，然后可以让他们觉得，哎，他不要 lost 掉，或者是 miss 掉我这些表演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意，对，这个是我一直鼓励 Ivy，就是第一，我是 push Ivy 去找的这个保姆，by the way， 真的我提了很多次。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希望 Ivy 可以 block 一年里面 block 10天啊20天的时间，去带家人旅行，然后我觉得这个 quality 的 time。对，非常重要。对，然后这个当然我是跟 Gary Keller 学的，那人家都已经 billionaire，right？ 然后人家说，哎，我每4月和9月我会 block 半个月，我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但我会 block 这个事。先 block 起来，然后确保说自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所以就要有一个时间是可能给家庭，然后一起出去玩这样子，有一些回忆。然后在事业上的话，就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咯，然后在团队里面也好，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贡献。然后，也希望自己不是只有买家的这个市场，就卖家。其实 Maggie 姐一直鼓励我说，可以再多开发一些这个 listing， 就可能有卖家的这个市场吧，就同时都可以有不错的这个数量这样子。但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其实就是你们也帮了我很多，包括带团队的能力啊，然后各方面，真的，我当时我面试 Ivy 啊，梦姐啊，包括 Jonah Bella， 我都是。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真的，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就是从那个情况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有这么好的一个 culture， 我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也算是有了成长。就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有你们。哦，对，我其实我们那时候算是创始成员之一，originals。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 Maggie 姐其实 support 我们很多，但是现在的确是更有系统的，然后我们整个团队的运行也好，也就是想到说要怎么样让我们变得更好，这些我们都很感谢 Maggie 姐，就是有愿意去，也是去听去学，然后也是带我们从旧的公司转到新的公司，也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 training， 更好的 resources，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真的 Maggie 姐很用心在经营这一块，所以才能让我们享福，可以有用到这些资源，还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OK， 今天非常感谢 Ivy 花这个时间，就是像我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聊天，然后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然后一边聊一边录个视频，对，很难得，很开心。对，而且我们有这么好的 listing， 对，就是一直看着这个湖景，看着湖景这样子聊天，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然后我不得不说呢，就是 Ivy 是我觉得是一个 inspiration，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你因为生孩子啊各方面，然后就像我一样，我当时也做了3年的 stay at home mom， 我以前在上海也是不算金领也是白领，right， 就是也做到 middle management，right， 然后在公司里面也是独当一面，对的一个职业女性，然后你可能因为要生孩子要照顾孩子，所以你要做这些牺牲和中断，但是 it doesn't matter， 因为永远都不晚，你还可以再回归到你想做的事情上，然后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梦想。对，我觉得每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对，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给自己制定自己的 vision。对，你的 mission 是什么？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我相信，如果你为了这些想做一些改变，你的另一半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你的孩子如果他爱你的话，他肯定爱你。你的孩子一定会支持你，而且你会给他一些正面的很多影响。对，这是你可能在家里面什么都就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能够给他带来的。所以不要只 focus 在 miss 掉了多少陪家人的时间，或者 miss 掉了陪孩子的时间，但是你获得的可能会更多，对，或者你的世界会更大。然后 everybody deserves it。其实我看过一本不知道文章还是书，里面就写说，其实小朋友呢，他不需要你 all the time 陪伴他，他要的是精心时刻。对，
就是你可能每一天有一个说故事的时间，睡前的这个时光，就跟他聊一下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对他来说，这些 moment 他的记忆会比你陪他一整天来的更有记忆点。确实，确实。所以说，真的每一个女人，特别是就是要给自己再点一把火 ，right？就是你为家庭做了这些中断，做了这些牺牲以后，孩子现在生出来了，然后他去了幼儿园了，那我们就可以再做我们再想做的事情，然后永远都不晚。那 Ivy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后我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 Ivy 谈心。谢谢 Maggie 姐，然后大家带了饮料来探班，然后我真的是就陪你聊聊天，还有这个 view 可以看，对，超棒。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 Ivy 说的，然后想找 Ivy 看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对。然后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团队呢，也欢迎联络我们的小助理。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